本期节目是一位加拿大华人告诉德国之士一件有趣的事。他在加拿大中了100万加币的彩票，之前在世界500强公司工作，有丰厚的积蓄，于是带着他毕生所有财富毅然回到中国享受生活，连加拿大的退休金也不要了。我们来听听他关于瑞人以及西方的看法。那么另外一个来说的话，在加拿大我也在世界500强的公司干过，干着干着反正跟你的感受也差不多，那就是天花板在那立着，你怎么弄也没办法。但是我比你嘞可能要幸运一点，因为我在加拿大中了100万加币的那个彩票。哦，那挺好，挺好。所以我就带着那个钱就回来了。也有好几百万的人民币呢。也够用了嘛。对。只要够用了就完了。那么加拿大的退休金啊什么乱七八糟的我都不要了。我说个实在话，我跟你的观点是一样的。加拿大在乱七八糟的一个国家，觉得待不下去了。不是待不下去啊，我回中国我的日子更好过啊，所以我把加拿大的那笔钱就转回中国来用啊。对。我连加拿大的退休金我都不要了。你等于以后不回加拿大去了还是怎么样？回吗？不回去了。不回去了。不会，回都不回去了。因为钱只要够用就好了嘛，你蹲腿的时候还有钱那就够了嘛。是的，是的。何必要在那儿自己苦苦挣扎呢？也很简单。那个湖北省理工科的高考状元在加拿大自杀。哎呦，你知道吗？不知道是因为什么自杀。他是那个时候90年代，他就是清华的副教授。哎呦。那么他老婆要去加拿大，那他就跟着他老婆稀里糊涂就过去了。等于是他妥协了，向他老婆妥协了。你是清华的副教授就很厉害吗？没用的。对。那到了加拿大，就在那儿做油漆工。这反差太大了。对啊，他清华的同学到加拿大去拜访他，他跟清华的同学就说：“哎，你不要跟同学说我在这搞什么。那你本身搞的就是油漆工吗？对。你有什么能够让人家不说的嘞？到最后自己受不了，就从天桥上面跳下去，车里一脸就死过去了嘛。觉得脸上无光。加拿大小区，上海交大的少年班的，你要知道，少年班都是天才呀。是。那么少年班的那个学生，到了加拿大，过着就抑郁了。抑郁完了以后，他临死之前，就我们小区临死之前给他老婆打个电话，要他老婆回来。他说他心里面有很多话要跟人说。他老婆说我还在赚钱，做一个那个超市的收银员，你能赚多少钱呢？你老公这么跟你求救，到最后他老婆回来以后，看到她老公在地下室横梁，就在地下室的横梁吊根绳子就掉过去了。这都是事实啊。这一回我们大学同学聚会，我就跟他们说，你不要把一门专业当成职业，这是我在国外的一个体验。你在国外干得再好再优秀，狗屁都不是。是这样啊。全世界做不了的2项东西，我干出来的有用吗？没用。一项在新加坡干出来的，一项在加拿大干出来的。新加坡干出来的是90年代 Seagate， 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这家公司，就是做硬盘的。Seagate 做那个硬盘，他那个硬盘的那个 spacer 他做不出来，因为美国的废品率太高，成本太高，就拿到日本做，日本做不出来，拿到南韩做，
到新加坡做。那个时候是这个梯队嘛，对不对？那个时候我在新加坡，我们中国人被新加坡人完全看不起，我就是给新加坡人递扳手、递工具的那种人。但是日本的瓦西诺公司，我们买它的设备，通过飞机运过来，瓦西诺公司承诺把它做好，他做不好啊，日本人就是做不好啊。我做好了有用吗？没用。我要把我老婆带到新加坡去，那新加坡人不干了，所以我就没跟他们打交道了。我要辞职的时候，他妈的他兄弟俩站在我背后，那像黑社会一样。你待在老板的办公室，有2个人站在你背后，你心里面是个什么感受呢？那何况他5毛钱的东西，一个铁皮子的原材料，我跟他做出来，也就是3分钟做出来。我管你16台设备做出来又怎么样呢？你为他赚了那么多钱，他也不会把你当人看啊，你就是个中国人啊，是不是？第二次我最后从加拿大辞职的时候，你知道油田行业有一个那个页岩气，知道吧？知道。页岩气是高温高压，其中有一个那纸喷阀，就是出了问题以后，那个阀门会起作用，就起到安全的作用嘛。全世界我做出来的有用吗？没用。我投诉当时我在那家公司世界500强的公司我申请工程师，我现在跟我同学说，我这辈子最高的职称是助理工程师，那是在中国取得的。在国外我还没有取得工程师的资格。我在加拿大申请工程师，我老板就说我没做过技术工作，跟我给投诉到公司的那个道德委员会，那在美国，因为总部在美国嘛。你知道后来发生什么事吗？那后来来说的话，美国总部派了我老板的老板飞过来跟我谈，我就跟他说，很简单，这个产品你要我写那个技术规范，我没干过技术的一个人，我怎么给你写技术规范？因为你们都说了我没干过技术啊。那这个项目2个英国工程师，2个美国工程师，2个加拿大的工程师，你们6个工程师要我去写规范，我申请工程师的人，你们给我的评价是我没有做过技术工作，那不是鬼扯吗？你这么跟我说，你要我怎么说？后来就给了我一个 warning letter 警告信。我就跟他们说，那我就辞职了，因为那个时候我已经有了那100万嘛，我都告诉他们了，钱我够用了，你们想怎么玩怎么玩，我都不想跟你们玩了。所以我的生活经历就是这样，大学毕业就到，因为第一次谈女朋友家里面就觉得我穷，我就到新加坡去了，大致是这样。到了新加坡，我想把我老婆带到新加坡，老板不干，我就辞职了，我就回中国了。回了中国就在壳牌校做事，从校又到加拿大，因为那个时候我前妻想到国外，就带她到国外。那么现在呢，就带着钱回中国，就回中国自己在生活。反正加拿大我也不回去了。我跟你说白了，加拿大的那些什么退休金啊，什么东西我都不要了。看不上了啊？也不是看不上，人呐，够用就好。我觉得人你只要自己去估摸一下，
手上的钱够不够用？够用就好。我现在去年我买了一台那个比亚迪唐，在中国开了3万公里，到处转一转。后来床车嘛，条件差一点，今年就买一台房车，也是比亚迪，也是电动车，充满油啊，它有一个柴油灶，因为我喜欢自己烧菜，它有那个柴油灶，那么充满油啊，也有300度的电，也够了，到处转一转，哎呀，就这样了。我跟我前妻也是说，我说你喜欢待在加拿大，那是你的事儿，但是来说加拿大我是一天都受不了。你提到前妻，也就是说你跟你前妻离婚之后，你前妻继续留在加拿大，你一个人回到中国是吗？对啊，我前妻和儿子都在加拿大。那你那100万是要分给你前妻一半吗？没有啊，我以前也赚了很多钱呢。啊，明白了。我以前做石油设备哦，我1个小时是200块美元哦。所以你完全财富自由了，那挺好。也不是说财富自不自由，但是实际上有钱的人多了，你回国你就知道，你很简单，在11期间，上海的房市1亿多的房子，那一个项目1亿多，100多套，一天全部卖光。你像我回国哦，我看了一下我周边的人，哪个同学比我钱少了？你们都是些能人呐。那不是能人啊，因为你是待在那个工程那种小，对我们农村，对。我跟你举个例子，你就能够明白，在中国赚钱是怎样一种速度。我有一个高中同学，他以前是在华强北打工的，那么来说的话，他买的第1套房子，那还是紧巴巴的买的哦，进自己房间那是黎明路走进去。后来他怎么翻身的？我不知道你对深圳有没有了解？认那个香蜜湖1号。不了解。对。开盘的时候300-400万，就当时炒就炒到300-400万哦。是哪一年？那个时候就觉得哪一年？那个应该是00几年吧？没有，90年代。啊，90年代好几百万了。那个都是香港人呐，海外的华人在那炒嘛。后来一炒到后来，中央就搞了一个限房令，限房令一下，大家都糊涂了，因为那些人都是炒房的人嘛，限房令一下，那些人就在抛售，那抛售的时候，他就有胆量，300-400万接了，300-400万接了以后，他肯定是贷款嘛，过了5年6年，你猜那房子涨到多少？1000多万2000万？3-4千万。哦，等于是涨了10倍啊。所以就翻身了。啊，对。因为中国这个大潮就是这样，就相当于说我们现在看中国现在股市也好，房市也好，我跟我太太也是说，你不要羡慕，因为我是为了回国，因为我要有签证呢，所以我又找了一个。他去年在那卖房子，他还在那后悔。前面你要卖房子，那就是700万，那么去年他卖房子，那就只有600万。我说很简单，你有600万，你这辈子够不够用呢？你就问自己一个问题，我有600万，我能活多长时间呢？那么完全够用了吗？你去想那些问题干嘛呢？对不对？那昨天是确定的，今天我们就开开心心的，明天那谁搞得清楚呢？因为现在我跟他俩在一起，我们俩手上合着算的钱就是1000多万，我花得完吗？花不完呢。200万美元根本花不完。
对啊，还有一个我想跟你说的啊，是我的切身体会。中国的高铁在建的时候，国外不是总是说中国的高铁就是亏本，我就感觉不到亏本。为什么？我这一回今天订高铁到重庆订不到票，满的。我今天订票，我只能买一等舱，一等舱以下票都没了。你说中国的基建再怎么不好，你觉得它亏钱？它都做满了，那怎么亏钱呢？我是认同一点，就我不知道您认不认同。很简单一条，中国的钱是花在资产上面。对，就它建高铁啊，是的，是的，建高速公路啊，那铺路啊，那都是资产啊。你美国的钱花在哪里呢？你就给大家撒钱。我不知道德国怎么干，我觉得德国政府也是这样啊，一样的，一样的。他不是说给汽车工业去添柴加瓦，他来说的话就是你买电动车我给你补贴。刚开始中国的高铁确实不赚钱，但是现在呢，它是满的。我是18号，这个月18号要到重庆，我高铁票都买不到，我只能买一等座。本来5个小时坐个2等座就够了，那你现在2等座都买光了，那就买1等座了。所以我的看法，我也搞不清楚。老外那些媒体为什么他就是看不到事实，就鬼扯胡扯？你扯来扯去的有啥用呢？你扯的都不是真实的现象，那有什么好扯呢？给他本国人洗脑啊！很简单，中国清朝是不是这样？我大清帝国无比强悍，搞到最后一碰就碎了。恭喜他们了，是不是？那个时候大清也是这样啊，你洗脑有用吗？搞到最后慈禧还要往西安那边跑啊，你一打就没用了嘛。就是前2天中国的那东风31A 机往那边一打，那美国人心里应该清楚啊，那个叫什么王旭还是什么旭，中国的一个将军，那个时候美国人威胁中国，那个还是10年前吧，所以美国人就搞不清楚该做什么事儿，不该做什么事儿，自己要明白。之后美国人威胁中国是说的什么？美国可以把中国打回17时代。那个时候是啊，10几年前啊，那个时候确实他有这个本事说那个话。所以说中国那个将军就说了，你把我打回17时代，我可以把美国的西海岸干掉，我们舍弃中国的东部，就干美国的西部。那你今天再看这个话，就觉得很讽刺了。你10几年前威胁中国的话，中国今天跟你兑现。中国现在不是威胁你美国的西部了，你把中国打成17时代，你美国也回17时代。你以前美国人不是美国领土上面没挨过一个炮弹吗？那现在大家都平等了。所以像那个台湾的那个像陈香龙啊，他们的政论的那个博主唐香龙吧？唐香龙，像他们评论中国只有500颗核弹，应该不止啊。我还真不相信。那你中国的核弹绝对可以灭了美国。